楚风来到太后的居住之所，发现太后并不在家，不过在太后的门口上却留着一幅字条，上面写着：若是楚风小友来访，还请稍等几个时辰。虽然不知道太后去了哪里，但是显然太后知道楚风会来找他，而既然人家已经明确告诉自己要自己等，那本就有事相求的楚风自然没有选择，所以盘膝而下，便坐在太后那简陋的草房外等候起来。不过这一等可就不是几个时辰这么简单，楚风可是足足等了一夜，直到清晨，又到中午，又到下午，太后仍然没有回来。但是哪怕如此，楚风也依然没有动摇，他是要等到太后的，否则绝不罢休。因为他准备对太后恳求一些事情后就离开此处。虽说距离四大护法那3位弟子的约战还有一些时日，并且还无法确定那约战是真是假，但是早些前去，先熟悉一下情况，总是好的。所以他是准备见过太后，再与苏柔等人打声招呼，就离开四海书院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楚风小友，老夫我手上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让你久等了。突然一道略感惭愧的声音在楚风的耳后响起，回头观望，竟是太后，这不免让楚风有些吃惊。以他如今的实力，太后竟然能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后，可见这个老人还真是强到了一个不简单的地步。太后前辈真是客气了。其实晚辈也并没有等多久，楚风赶忙起身，对着太后施以一礼。自从当初在千年古城外，太后为其解围后，楚风对这太后好感大增。你不是自千年古城出来后就来此处了吗？太后笑眯眯的道，仿佛早就看破了楚风一般。楚风有些无言，他感觉好像太后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。楚风小友，你来老夫是有事吧？太后爽朗的笑道。他对待楚风与对待他人的态度真的是天壤之别。前辈与我不过萍水相逢，但是前辈给予楚风的帮助却叫楚风无以为报。今日来此主要是为了向前辈道谢，日后若是前辈有需要楚风的地方，楚风一定会尽力去做，以报前辈的恩惠。楚风说话之间再度对太后施以大礼，他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太后，想报答我还不简单，拜我为师就好了。太后笑眯眯的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脸都憋红了，因为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按理来说，以太后的实力，有做他师尊的资格，况且太后对他有恩，拜太后为师也并非不可。毕竟一人拜多师，这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举动，只要师尊愿意，这完全可以。但是奈何楚风却偏偏不太喜欢随便拜师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师尊的意义非凡，不是说拜就拜的。好啦，不难为你小子了，你听好了，我帮你是因为我看好你，老夫心甘情愿，所以你也不必有何心理负担。倒是有一件事，我倒是想要问你，不知楚风小友能否如实回答？太后笑眯眯的道。太后前辈请问。楚风说道。千年古城之内发生的事，你可否如实的告诉我一遍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保密的。只是我这个人不喜欢被蒙蔽，想知道那里发生过的真实情况。太后笑眯眯的问道。但是那双满是皱纹的眼睛却散发着智慧的光芒。前辈，此事换作他人，晚辈的确不准备坦白，但是对于前辈，晚辈其实也没有隐瞒的必要。而实际上，楚风来到此处便做好了坦白交代的准备。随后楚风便一五一十的将千年古城内事情全部告诉了太后，包括是他杀了王龙等人，并且是他破开了千年古城的阵法，古城内的事几乎无一保留。唯一没有说的便是他是依靠体内的神雷让那地级血脉屈服的，因为神雷这个秘密对于楚风来说非常重要，除非逼不得已，否则楚风不想让外人知道。而听到楚风的讲述后，太后脸上的神情也是有些吃惊，看向楚风的目光变得更为欣赏。过了好一会才说道，想不到你的能力比我预料的还要强，竟然凭借一己之力破开了千年古城的阵法，还帮你朋友获得地级血脉，你小子真是人才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不过可惜啊，你这小子却死活不肯拜我为师罢了。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强人所难，多谢太后前辈理解。只是我那兄弟江无伤，如今拥有地级血脉，我怕有人对他不利，所以希望太后前辈能够关照一下他。楚风再度恳求道，这便是想请求太后的事。放心吧，既然是你的朋友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关照他们。无论是那2个小子，还是那2个丫头，只要有我太后在，这四海书院内便没人能伤害他们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今还真有一个人想要对你其中一个朋友做点坏事，不知道是要我帮你处理，还是你亲自处理呢？太后笑着说道。太后前辈，究竟是谁想对我朋友不利，还望前辈明讲。听得此话，楚风的内心顿时变得紧张起来，赶忙追问。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小子，不但不知悔改，反而怀恨在心，想对那个苏美的丫头下手。至于是谁，我想你也能够猜到。如果我算的没错，他如今应该已经到了苏美那丫头的府中了。太后笑道。多谢前辈提醒。听到这里，向来淡定的楚风此刻也是不由面容大变，额头上的汗水瞬间就冒了出来，二话不说转身便要离去，因为他已经听出了事情的严重性。那对苏美动手的人显然是那秦羽，而想到秦羽与王龙狼狈为奸，乃是同道中人，再想到之前秦羽看向苏美那色眯眯的模样，楚风已是预感到秦羽要做的卑鄙之事，这货显然是软的不行，要来硬的了。这一刻楚风可谓愤怒到了极点。苏美可不同兰溪，那乃是他的未婚妻，他都未曾碰过，那秦羽竟然打起了主意，这着实让他忍无可忍，甚至那种滔天杀意已是无法自控的散发而出。你这样赶过去可来不及，就让老夫送你一程吧。看到楚风那紧张愤怒的模样，太后却是哈哈一笑，一副意料之中。说话之间，他大袖甩了一甩，只是瞬息之间，楚风与他皆是消失在了原地。苏美所在的府邸是一座座充满了女孩特色的建筑，形容此处只需2字：唯美。此刻苏美这位小美人正坐在自己的闺房内，因为她的府邸内
所有佣人都是女子的缘故，所以她此刻穿的也很是随意，粉色的长裙略显肥大，不仅露出她那2片雪白的香肩，更是露出了半片圆润的双峰。不得不说，苏美真的长大了，那胸前坚挺而圆润的双峰就那样呼之欲出，若是被男子看到，着实会欲火焚身，难以自控。而换作平时，苏美也不会穿得这样暴露，唯有她准备休息之时才会这样穿，因为她觉得穿着肥大一点的衣服更为舒适。小红，今日可有人来找我？苏美对身前的一名侍女问道。回主人，今日并没有人来找过您。侍女恭敬地回道。还没来吗？听得此话，苏美那弯弯的柳眉不由微微皱起，一双如星河般迷人的美眸不由得闪烁起担心的光芒。楚风明明对她说过，要她安心在自己的领地休息，很快楚风就会来找她。如今距离千年古城分别已是过去1日时间，楚风却还没来，不免让他有些担忧。不过仔细一想，楚风有着太后的令牌在身，再加上他也见识过楚风如今的本事，在四海书院内应该没人能对楚风不利才对，所以他也不再那么担心，只得继续苦等下去。不过对他这样心绪不定的小丫头来说，苦等爱人却又迟迟不来的感觉，的确是一种煎熬。小红，你换了熏香。突然，苏美的小鼻子轻轻嗅了几下，随后对那侍女问道：主人，我儿听的此话。那侍女的面容却是大变，不但满是恐惧，更是跪倒在地，如同犯了大错一般。看到侍女这样，苏美则是甜甜一笑：你这是干嘛？我虽告诉过你不要随便换我房间内的熏香，但又没有怪你什么，你不必这么害怕，快快起来。说话之间，苏美走上前去，想亲自将侍女搀扶而起。而见苏美对自己的态度如此之好，那侍女更是泪如雨下，哭道：主人，我对不起您，不过我实在是逼不得已，若不这样做，不只是我性命不保，我全家都将大难临头。小红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有谁欺负你家人吗？是谁？可以对我说，我为你做主。见状，苏美柳眉倒竖，还以为自己的侍女被欺负了，很是愤慨地追问起来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而那小红不但不肯回答，也是不肯站起，只是跪在原地默默哭泣。就在苏美不解这小红究竟是怎么了之时，她突然感觉脑袋有些眩晕，浑身更是发烫，一种怪怪的感觉自心头而生。苏美虽然相对单纯，但也不是傻子，她发觉自己状态不对后，便赶忙寻找原因，很快便将目标投放到了房间的熏香之上。她玉手一探，直接将那熏香抓射到近前，仔细查探，顿时大怒，一掌将那熏香轰碎后，便指着侍女怒斥道：小红，你竟对我下药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于苏美的质问，侍女也并未反驳，只是哭得更大声了。该死！而苏美此刻也懒得去责怪那侍女，因为她发觉那毒物已是入体，此刻正在她的体内作祟，所以她先是服用了一颗解毒药，随后便赶忙打开房门，想要离开此处，向人求救。然而就在苏美刚刚打开房门之际，一道男子的身影却正站在那里，不但挡住了去路，此刻更是用那邪恶的目光盯着自己。怎么是你？你来我府中做什么？见到此人，苏美大惊，一边向后退去，一边将自己的裙摆整理，遮盖住自己那的雪白香肩。因为那男子乃是四海书院的大人物秦羽。对于这秦羽，苏美很是忌惮，因为他对自己早就表明爱意，自己却也明确的拒绝过。可是这秦羽却是死皮赖脸，穷追不舍，这让苏美很是为难。因为以对方在四海书院的身份和地位，哪怕是他的导师都奈何不得，他也只能一忍再忍。此刻他身中莫名毒物，而秦羽又突然出现在他的休息宫殿内，事先他根本没有得到通报，这让他下意识的觉得不妙。我的小美人，你今日穿的可真是诱人，莫非是早知道我要来陪你，特意为我准备的？见到此刻那小脸通红，眼神已是有些迷离的苏美，秦羽不但双目放光，甚至嘴角已然流出口水，一双邪恶的眼睛不断在苏美的娇躯上扫动。秦羽师兄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我有急事要出去，还请让一让。苏美假装一脸不解，说话之间便要强冲出去。我的美人，你是要去哪里啊？不如抱带你去如何？然而秦羽精心计划的这一切，又岂会放走苏美？他双臂张开，便将房门挡了起来，说话之间还看向了那名侍女，说道：还不快滚出去！记住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，若是被人破坏了本少爷的好事，你全家都要死。而那名侍女则是不敢有任何怠慢，起身便向门外走去。见到这一幕，苏美已是明白了一切，果然是这秦羽威胁自己的贴身侍女，对自己下了药，是要趁机对她下手。于是苏美娇躯猛然一纵，向客厅的窗口飞掠而去，想要逃脱虎口。然而明明来到了窗口处，已经看到了外面的景物，可苏美却犹如撞到了铜墙铁壁一般，被弹了回来，狠狠地摔落在地。我的美人，你这是要去哪呀？你觉得你逃得掉吗？此刻苏美身后再度传来秦羽无耻的声音，回身观望，苏美的小脸更是大变，因为此刻的秦羽竟然已是褪去了自己的衣衫，将自己那无耻的身体展现在了自己的面前。见状，苏美赶忙扭过头，不敢再看，愤怒地喝道：秦羽，你敢对我做不轨之事，我楚风哥哥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楚风哥哥是那个依仗着太后的令牌的臭小子吗？看来你和他的关系很是亲密啊。不过可惜，你的楚风哥哥不会来救你了，就算他敢来救你，我也会让他跪在我的面前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我将你压在身下，却又无能无力。我就是要占有他的女人，他又能奈我何？除了依仗太后之外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与我秦羽争，他不配。听得楚风二字，秦羽的脸色也在瞬间变化，涌现出了无比的憎恨与怨念。住口！我楚风哥哥岂是你能比的？他比你强上千倍万倍都不止。不，准确来说，他是人上人，而你却连做人都不配。
听得秦羽竟敢说自己的楚风哥哥，苏美顿时大怒，也不顾得其他，对着秦羽便是一顿臭骂。而听得自己心爱之人不但这样帮着憎恨之人说话，还这般咒骂自己，向来心胸狭窄的秦羽顿时气得怒火翻腾。不过当他看到苏美那白皙的肌肤越来越红润，胸前的起伏越来越急促后，他不但硬生生地压住了自己的怒火，更是得意地大笑起来，很是无耻的道：“骂，使劲的骂！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他，可那又如何？今日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人，你的心属于他又如何？你的身体却注定要属于我，感觉如何呀，小美？是不是身体很热、很痒、很想要？没关系，别忍着，你想要的一切，秦羽哥哥，我都能够满足你。想得到我的身体，你做梦！”苏美冷哼一声，随后猛然抬起手掌，对着自己的脑袋便拍了下去。这个丫头为保贞洁，竟要自尽。然而还不待苏美帝此掌落下，只见秦羽大秀一挥，一巴掌便落在了苏美的脸上，不但阻止了苏美帝更自杀之举，更是将苏美扇飞出去，不但在苏美那甜美的脸蛋上留下了一道鲜红色的掌印，强大的力量更是使得嘴角竟然流淌出一缕鲜血。想自杀没门，我也不强迫你，就在这等着，等那药力发挥之后，让你这个小贱人自己来向我索取。说话之间，秦羽竟然搬来椅子坐了下来，忍耐着自己的欲望，看着那不远处倒卧在地的苏美。今后苏美药力发作，然而就在这时，那紧闭的房门却是突然粉碎开来，紧随其后一道身影也是掠入了房间之中。竟然是你！看到来者，秦羽不由一愣，因为他一眼便认出那来者乃是楚风，楚风哥哥。而看到楚风，苏美更是痛哭流涕，赶忙起身扑入了楚风的怀中，哭的那叫一个委屈。小美，抱歉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楚风将苏美抱在了床头，看着她那挂着掌印的侧脸以及嘴角的鲜血，实在心疼不已。不委屈，小美是楚风哥哥的，除了楚风哥哥，任何男人休想碰我，就算我死了也不行。苏美很是倔强的道。小美，好好休息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。楚风用手擦拭掉了苏美嘴角的血液，随后他缓缓站起身来，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那已将衣衫褪去、赤着身体的秦羽。此刻的楚风表面来看很是平静，无论是情绪还是目光都像没事人一样，但是没人知道此刻他的体内涌动着怎样的怒火，可滔天的杀气。若是有人能够看到，哪怕胆子再大的人也会被吓得不能自理，甚至魂飞魄散。而秦羽显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妙，反而是赶忙施展出界灵师的手段，将此处封锁，随后笑眯眯地看向苏美道：“想不到你这楚风哥哥还真的来了，这回刚好，我就实现刚才所说之话，我要让他跪在我的面前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我压在你的身上，却又无能为力。”刚刚你是哪只手打的小美？对于秦羽的叫嚣，楚风并未理会，而是淡淡的开口问道：“哪只手打的又怎样？你能奈我何？我不但打他，我还要上他，当着你的面赏他。”秦羽很是得意地说道，仿佛是在对楚风炫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楚风的双眸一闪，体内竟突然爆发出一股狂暴的能量，那是3种雷霆，3种不同颜色的雷霆，此刻就萦绕在楚风的周身，将楚风的长发以及衣袍弄得四下舞动，猎猎作响。最主要的是，此刻的楚风的双眼竟然已并非人的模样，而是如同无情的野兽一般，散发着3种雷霆的光芒。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正自楚风的体内散发而出，瞬息席卷了整座房间。就连那先前还满脸得意、想要楚风难看的秦羽，也是面容大变，因为他惊愕地发现，他竟然在楚风的身上感受到了远远强大于自己的力量，甚至在楚风气息的笼罩下，他的力量已经被完全压制了。此时此刻，他有一种错觉，那就是站在他面前的根本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具冷血至极、残酷无比的怪物。你究竟是什么鬼东西？秦羽指着楚风，用那瑟瑟发抖的声音说出了这句话。他是真的害怕了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准确的说，他眼前的根本不是人，是这只手吗？突然，楚风动手了，瞬息便来到了秦羽的面前。还不待秦羽反应过来，楚风的手掌已是抓住了秦羽的手腕。当楚风的手掌抓住秦羽的手腕之际，那3重雷霆便自楚风的体内溢出，化作无数道雷霆电蛇，钻入了秦羽的手掌。这一刻，秦羽的面容顿时变得扭曲，张开大嘴，发出了极为悲惨的叫声。因为当那雷霆入体之后，竟然开始撕裂他的肌肤，粉碎他的肌肉，吞噬他的骨骼。在他的注视下，他的那只手掌正在撕裂、粉碎，一点一点地消失在他的视线内。最主要的是，在他的手掌被炼化的同时，他更是承受着从未有过的痛苦。那种痛苦宛如万千虫子在噬咬，无数利刃在刀割，刀刀连心，痛不欲生。混蛋，放开我！秦羽慌了，他彻底慌了，因为他觉得在他眼前的俨然就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恶魔，等待他的将是残酷的折磨。所以他开始奋力的挣脱，想要逃离这个恶魔的掌心。终于，秦羽甩开了楚风的手掌，然而他还没有倒退几步，便感觉到在他的肩膀处传来了一阵肉体撕裂的剧痛。而再度看向楚风，秦羽的脸色顿时苍白如纸，没有了一丝血色，眼中更是充斥着无尽的恐惧，因为他惊愕地发现，楚风的手掌还握着自己的手腕，只不过那手腕却不再链接他的身体，链接的乃是一只鲜血淋漓的断臂。而再看自己的肩膀，大片的血液正在喷涌而出，原来并非是他挣脱了楚风，而是自己的那条手臂被楚风硬生生地撕扯了下去。此刻，楚风周身萦绕雷霆，四处窜动，且不断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。黑色的长发上下纷飞，狂魔乱舞之间，能够看到他的双眼所发出的幽幽光芒，
那竟是3种雷霆一同闪耀的光芒。只不过这双眼睛此刻所散发出的却是冰冷无情。楚风单手抓着秦羽的断臂，缓缓举起，随后做出了一个将秦羽吓呆的举动。楚风张开嘴巴，露出他那凌厉的牙齿，竟然一口咬了下去，直接将秦羽断臂的一大块肉咬了下去，在口中咀嚼起来。大片的鲜血开始自楚风的口中流出，那不是楚风的，是秦羽的。楚风不但在咀嚼着秦羽的血肉，并且在其嘴角还掀起了一个上翘的弧度，如同一只嗜血的怪兽正在品尝难得的美味。你这魔鬼！见到这一幕，秦羽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的汗毛根根直立，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惧已是渗透到了骨子里。从小到大，他还是第一次这样惧怕一个人，所以他也顾不了太多，转身便要逃走。可就在这时，只见楚风大嘴一张，一道血红竟破口而出，那竟是刚刚他正在咀嚼的秦羽的血肉。而最主要的是，那一团血肉自楚风的口中吐出后，竟然拥有了超凡的力量，宛如无坚不摧的利剑一般，以一道鲜红色的光线划空而过，竟然一声洞穿了秦羽的胸口。强大的力量使得秦羽直接趴到咋地。当他看向胸口，发现那里竟然已经出现一道大窟窿后，更是吓得差点哭出来。可是如果让他知道这道窟窿乃是自己手臂上的血肉所穿透，又不知道他会是怎样的心情。就在这时，楚风那抓住秦羽断臂的手掌有猛然一握，秦羽的断臂便在一声闷响之中化成了粉碎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楚风便快步走向了秦羽，大手探出，只听一声，竟然将秦羽的另一只手臂给硬生生的扯了下来。断臂之痛让秦羽忍不住嚎啕大叫，因为之前断臂他还是无意之间便没了，但是这一次他可是亲眼看着自己的手臂被撕扯下来，那种疼痛真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但是最令他想不到的还在后面。楚风将秦羽的断臂在手中调转，握住了断臂处，随后竟然轮动秦羽的断臂，对着秦羽的脸颊便是一阵舞动，的脆响不绝于耳。楚风竟然用秦羽的手掌扇秦羽的嘴巴，并且楚风下手非常凶狠，只是几个巴掌下去，秦羽旧的脸就被打得血肉模糊。数个巴掌之后，秦羽脸上的血肉都被打光了，露出来的竟然是森森白骨。我擦你奶奶！有种你就继续折磨我，老子不怕你！早已被打得面目全非的秦羽歇息底里的大吼了一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只见楚风一脚猛然踩下，秦羽的身体便顿时一颤，紧随其后浑身上下都僵持不动了。因为楚风这一脚踩的乃是他的命根子，他这糟蹋了无数女子的命根子，此刻已是被楚风踩成了粉碎。感受着那被踩扁的下体，秦羽再度发生了一声惨叫，这并不只是疼痛的咆哮，更是发自内心的怒吼。他是真的怒了，哪怕知道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恶魔，但是当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被粉碎后，他的怒火也是猛地窜了出来。楚风，我要宰了你！我要宰了你！我一定要宰了你！我要杀了所有与你有关之人，否则难泄我心头之恨。秦羽说的是真心话，他对楚风真的是恨之入骨，想要杀了楚风全家，灭了楚风全族。可是对于他的威胁，楚风不但没有丝毫的惧怕，反而在其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，那是不屑。当秦羽看到楚风嘴角的冷笑之后，他刚刚的嚣张也是顿时不在，因为他这一刻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。在此刻的楚风面前，他哪里还有叫嚣的资格？他要担心的不只是自己的性命，还有他家人的性命，因为此时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可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魔鬼啊！很快的，秦羽那悲痛欲绝的惨叫再度响起，楚风对他的折磨才仅仅是个开始而已。可是哪怕秦羽叫的再惨烈，却也没有任何人会去救他，因为他自己布置的结界已经阻隔了一切。但是在那宫殿之外的天际上，太后却站立在云端，他的双眼异常凌厉，甚至比鹰的视力还要好。他不仅能够看到下方的一切，甚至还能够穿透结界，看到楚风所对秦羽做的一切。这一刻，哪怕是这位神秘莫测的修武高手，也是眉头紧皱，眼中竟然有着些许担忧。许久之后叹道：这个小子的体内究竟有着怎样的力量，简直深不见底，难以探究。可是竟然影响了心性，莫非他的体内真的住着一个恶魔不成？此子日后若走正道也就罢了，若是走了邪门歪道，恐怕天下苍生都将难逃一劫啊！对于太后的窥视，楚风并不知晓，他心中的愤怒早就淹没了理智，哪怕秦羽已经没了气息，可他依然没有停手。楚风哥哥，直到一道很是煎熬的声音响起，这才使得楚风双眸一闪，恢复了以往的目光。小美，是苏美的声音，让楚风恢复了理智。此刻的楚风身上的雷霆已然不见，那恐怖的气息也是一同消失。不过刚刚的记忆却还尚在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我似乎再度得到了那雷霆的力量，不过心智也受到了影响。楚风看着地上那惨不忍睹的秦羽，不由陷入了沉思。楚风哥哥，而就在这时，苏美的声音则再度响起，只不过这次听来就不只是煎熬了，那声音中既带着娇喘，还带着妩媚，总之极为诱人。回头观望，哪怕是楚风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一双眼睛唰的一下子就变直了，因为此刻展现在他面前的苏美绝对是最为诱惑的状态。此刻的苏美半躺半卧的位于床头，那绝美的脸蛋，那妙曼的身姿，美实在是太美了。但最为诱惑的既不是那绝美的脸蛋，也并非那火辣的身材，而是此刻苏美所发出的声音。楚风哥哥，苏美以那又嗲又柔的声音轻轻呼唤，顿时让那双眼发直的楚风身体一颤，胯下的奇物一下就挺立起来。楚风不是傻子，这一眼就看出了端倪，
显然是苏美中了迷药，并且此刻药力入体，苏美这丫头已经渐渐失去了控制，被药性所左右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苏美这丫头真是美，尤其是她这种向来单纯可爱的丫头，此刻展现出性感诱人的一面，当真是别有一番风味，比之当日的兰溪胜过100倍也是不止。这才是真正的美人，让人只看一眼便心跳加快、脸红耳赤的美人。说实话，要说此刻楚风不动心，那绝对是扯淡。楚风当真有一种兽性大发，将这个美人压在身下的冲动，但是他却还尚存理智，突然想起了答应过苏柔，在迎娶苏美之前，是不可以对苏美这个丫头做那种事的。小美，快把这个吃下。于是楚风不但强忍下心中的欲火，更是拿出解毒药递到了苏美面前。而看到楚风手中的解药，苏美也很是配合，张开那粉红小嘴，便一口咬了下去。见到这一幕，楚风微感窃喜，心想虽然小梅此刻的情况比之当日兰溪中毒还要深，但却尚存理智，这样一来，他想帮苏美解毒也就更加轻松一些。然而当苏美鹰口闭合之间，楚风却是不由一激灵，原地打了个冷战，那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欲火一下又窜了上来。因为苏美的小嘴此刻并没有吞噬楚风手中的解药，反而是一口咬住了楚风的手指，那种感觉让他手指痒痒的，心里痒痒的，尼玛全身上下都痒痒的，这是个人就受不了啊。尤其是此刻苏美已将一双美眸眯成2道甜美的月牙，一脸的满足，这更让楚风受不了。但是楚风毕竟是言而有信之人，毕竟是一位有定力的人，所以他毅然的忍住了，对苏美道：小美，你要冷静，如今你毒药侵体，所以才会这般，你不能让药力控制你，你要将它驱赶出你的体内。乖，别闹了，把这颗解药吃下去，只要吃下去，我才能帮你驱毒。听得楚风之话，苏美还真松开了小嘴，用那月牙般的眼睛盯着楚风，撒娇的说道：好啊，不过你要用嘴喂我，否则我不吃。听得此话，楚风有些顿时一愣，他有些懵了，因为他搞不清苏美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，好不好，楚风哥哥？苏美摇晃着楚风的大手，一边撒娇，一边以嗲嗲的声音说道。好看着如此迷人的苏美，楚风咬了咬牙，直接将那颗解药丢入口中，随后对着苏美那粉嫩的小嘴便一口吻了下去。起初楚风真的只是想将这解药喂给苏美，但是当他的嘴巴与苏美帝红唇接触的一刹那，还不待他将解药推送进苏美帝口中，便感觉一条又滑又软的物体进入了他的口内。尼玛，那竟然是苏美又香又软的小舌头。这一刻楚风真想大喊一声，果然上当了，苏美这丫头是根本就没打算吃解药啊。但是楚风也不是盖的，实际上他早有预料，在答应苏美之时就已经做好了2手打算。第一手打算，苏美若乖乖吃药，那他自然要全力帮助苏美驱毒。第二手打算，苏美若并不打算吃药，而是如同眼下这般，那楚风还驱什么毒，还遵守什么承诺？对方是别人也就罢了，这可是自己的女人，深爱着自己，自己也深爱着的未婚妻。此刻对方已经这么主动了，身为个男人，他若还继续矜持的话，那也太不像话了。所以楚风也不管3七21了，脖子一扬，便摆脱了苏美柔软小嘴与滑嫩小舌的纠缠。对于楚风的举动，苏美不由一愣，还以为是楚风不喜欢她这样，不免显得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。但是很快他就知道他想多了。楚风轻吐一声，直接将口中的解药吐到了地上，随后猛然转身，再度看向苏美之际，已是双眼放光，大嘴一张，如同饥渴的饿狼一般，直接咬向了苏美那又嫩又软的小嘴，一边含着苏美的小舌头，一边疯狂的吸吮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他更是来个猛虎扑食，直接用他那壮实的身体将苏美这个小美人压在了身下。此刻太后还站在天际，目光依然锁定在楚风与苏美的房间内。看到这样一幕，他也是有些尴尬，不由得闭上眼睛，陷入了看还是不看的挣扎之中。最终这位高深莫测的独腿老者嘴角掀起了一抹为老不尊的邪恶笑容，随后便睁开眼睛，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房内。这该死的臭小子！然而这一刻太后却是忍不住大骂一声，因为他惊愕地发现，在他闭眼的功夫，楚风竟然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，把他与苏美的身影尽数隐藏。太后根本难觅行踪，而在不知道隐藏结界后，楚风才真正的兽性大发，抓住苏美那粉红色的长裙，只听一声便被他扯成了粉碎。当那长裙破碎之后，苏美那玲珑有致、雪白如玉的娇躯也总算彻底的浮现而出。楚风早就欲火焚身，此刻更是毫不怠慢，扯开苏美的裙摆后，便褪去了自己的衣衫，再度向苏美扑了下去，与苏美那完美的肉体来了一个零距离的接触。结界之内，一刚一柔的2道肉体就这样交缠在了一起，上下翻滚，左右摇摆，喘息不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苏美的口中突然传来一声略显疼痛的尖叫，不过很快的，那尖叫便渐渐平缓，且还夹带着愉悦的娇喘，开始长短交错，响彻不断，尽情的享受楚风对她的柔虐。就此，2道肉体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不过缠绵与撞击却也因此更为激烈。几次激情缠绵过后，楚风又怀抱苏美这位小美人，香喷喷的睡了一觉。当他醒来之时，发现已是艳阳高照的午时，而昨日来此之时还是下午，说明已是次日。看着怀中那闭着双眼，一脸满足和踏实的苏美，楚风忍不住抚摸几下苏美那柔顺的长发。经过男女之事，苏美这位甜美人的姑娘已经有了之前没有的成熟韵味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少女变女人吧。这一刻，楚风忍不住微微一笑，不由得回想起当初在青龙宗内第一次遇到苏美时的情景。那时的苏美无论是样貌还是实力都是高高在上，
并且性格高傲，是青龙宗内门无数弟子的追求对象，但却无意成功过。那个时候打死楚风，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丫头有一天会爱上自己，而自己也会爱上这个丫头。突然，苏美那长长的睫毛颤动了2下，随后缓缓地睁开了双眼，看到楚风后，甜甜一笑：“楚风哥哥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怎么不叫我？我也是刚刚醒，看你睡得太香，就没叫你。”楚风笑着道：“已经这个时候了。”看了看外面的天色，苏美柳眉微皱，涌现出了些许担忧之色。“怎么了，小美？是担心这件事让你姐姐知道吗？”楚风问道。“我才不怕我姐姐知道呢，反正人家早晚是你的人。只是那秦羽……”苏美说话之间，将手指向了不远处的那里，有着一大滩血迹，血迹上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正是秦羽。我干，差点忘了这货。这一刻，楚风猛地一下站起身来，大袖一挥，一股磅礴的力量便浮现而出，最终将那秦羽的尸体吞噬得干干净净，就连地表的血迹也没有留下。竟然让他看到我与小美的好事，真是便宜了他。将秦羽的尸体收拾干净后，楚风很是晦气地说道：“楚风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他早已死去，怎么可能看到咱们两个？倒是这秦羽如今死在我的领地，我怕不好交代。毕竟他的身份。”苏美很是担心的道：“放心吧，傻丫头，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你有危险的吗？”楚风说话之间，再度将苏美揽入怀中。“对啊，楚风哥哥，怎么知道我有危险的？难道不是碰巧吗？”苏美满脸的不解与好奇。“是太后前辈早就觉得秦羽当日受辱，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暗中监视于他。当他要对你做不轨之事的时候，太后前辈已经知道，所以就算我不出手，太后前辈也会救你。而在我进入此处之时，太后前辈就已告诉我，除掉秦羽，有事他负责。”楚风说道。“又是太后前辈吗？”得知经过，苏美也是满面的感激，但是却又忍不住用小脸在楚风的怀中蹭了蹭，抱住楚风的双手更紧了，因为他很清楚太后是怎样的人，他之所以会这样做，可不是为了帮他，完全是看在楚风的面子而已。事后，楚风又见了太后一面，其实主要还是道谢，因为若不是太后，自己的未婚妻可能就真的要受辱了。若真是那样，以苏美帝性格，绝对不会活下去，而他也将受到打击。不过太后还是一如既往的护着楚风，竟然说秦羽的事情他来处理，让苏美和楚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可以，并且还对楚风保证说，在这四海书院内，绝对没有人敢伤害苏柔等人。这真是让楚风对太后感激不尽，下定决心，日后无论如何都要报答这位高人，因为他给予自己的帮助实在太多，也实在太重要了。而在铲除王龙和秦羽后，对于苏柔等人来说，其实在这四海书院内也就没有了什么隐患，唯一剩下的最强弟子便是兰溪。但是楚风相信兰溪绝对不会难为苏柔等人，何况他也没有这个胆子。就算抛开太后不谈，如今江无伤可是获得地级血脉之人，注定是要成为四海书院全力栽培的对象的。太后也明确地跟楚风说了，换做之前，四海书院损失2位顶尖弟子，一定会掀起大震荡。但是今时不同往日，有了江无伤这位地级血脉拥有者后，四海书院已是不愁日后培养不出顶尖强者，所有的心思都将放在江无伤的身上。不得不说，楚风此行当真是帮了江无伤的大忙，可以说是楚风改变了江无伤的命运，甚至改变了苏柔、苏美以及张天翼和兰溪等人的命运。不过对于这些，楚风却是不图任何回报的，只要看到苏柔等人能过得好，楚风也就安心了。而就在当日，楚风就与众人告别之后，离开了四海书院，前往了那所谓的罪恶峡谷。关于这罪恶峡谷，楚风也曾侧面的打听了一下，那似乎是残夜魔宗以前的一个分部。自从残夜魔宗瓦解后，那里边空旷了下来，至今无人占据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残夜魔宗存在的时候，便在罪恶峡谷的外围布置了一层大阵，想要进入其中，必须穿越大阵。那大阵之中不仅尽是机关，还寄居着许多嗜血凶兽长期生存。而这座大阵叫做死亡石林。死亡石林顾名思义，进入其中等待的只有死亡，并且这死亡石林虽然对于修为强的人来说是可以穿越而过的，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将它彻底毁坏。这也就导致死亡石林对于大部分修者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屏障，可以一直守护罪恶峡谷，使得罪恶峡谷成为了残夜魔宗最完整的遗迹之一。这便是死亡石林吗？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之后，此刻楚风已是来到了一处偏远的区域，这里罕无人迹，而在他的面前竟是一片由形态各异、大小不一的石头组成的石林。这些石头小的也有10米高，大的更是宛若一座通天山峰，穿越云端，非常的壮观，并且在所有的石头上面都刻画着远古符咒，使得这些石头不但坚不可摧，甚至银光闪闪。最主要的是，站在这壮观的石林前，楚风不但能隐约间听到声声咆哮，还能够感受到致命的危机。进入死亡石林，楚风发现此处还真不简单，这是一座浩瀚的大阵，规模简直是前所未有的，至少是楚风所见过最了不起的大阵之一，其中蕴含着某种压力。虽然并未像千年古城那般让人失去飞行能力，但是在此处，无论是飞行的能力还是自身实力，都是多少受到了压制，并且天上地上都有无形的机关，会对往来者进行突然攻击。甚至在这石林之中，还真的存在强大的嗜血凶兽，它们种类繁多，相互猎杀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生物圈，而往来的人类也将成为他们的猎物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地方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安然度过的，至少天武境想通过此处很难，除非有高手开路，否则几乎不可能通过。而对于楚风来说，却谈不上什么难度，可以说轻轻松松的便穿越了死亡石林。这便是罪恶峡谷吗？穿越死亡石林，楚风发现自己俨如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。这是浩瀚无际的大地，大地上有丛林，有江河，
还有连绵山脉，甚至就连天空也感觉更蓝了，云朵也感觉更白了，一眼望去，美不胜收，宛如画卷一般。然而，这样一座辽阔的天地，竟然被那死亡石林所隔阂封锁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看来，这死亡石林还真不简单。先抛开穿越它的难度不说，单单是将这样一片辽阔的土地封锁，就足以说明当初建造它的人耗费了多大的心血。这的确是真正的大手笔。之后，楚风继续深入没有多久，便遇到了几个人，那是几位老者，全部都是五军境。本来谈笑风生的步行赶路，但是当发现楚风后，目光却顿时变得戒备起来。看到几位老者那戒备且不善的目光，楚风不得不放弃询问一些事情的心思，只好继续赶路。而一路走来，楚风又遇到了好几队人马，并且越是深入，所见到的人就越多。直到在楚风的前方出现了一道阻隔天地的结界大阵之后，楚风才停留下来，因为那结界大阵太强了，它金光四溢，封锁天地，宛如将一方世界切割开来一般，并且散发的气息当真是坚不可摧，根本不是楚风能够破解的。事实上，此刻也有很多人被这道结界大阵阻隔。这道结界大阵应该就是罪恶峡谷的最深处，因为在这结界外，几乎所有人都是驻扎了下来。他们有的3、5成群，有的几十人，甚至上百人，分成了一个个阵营。这些人做什么的都有，有的正在对杯畅饮，把酒言欢。从他们丢弃的物品可以看出，应该来到此处已是有些时日。而更多的人却是守在自己的领地，很是戒备，除了自己人，几乎不与外人交谈，只是默默地等候着什么。从他们的对话之中，楚风也是能够听出，他们之所以来到此处，皆是为了想要一睹4大护法弟子的风采。这样看来，这个消息多半是真的了。如若不然，也不能吸引这么多势力的高手来到此处。此刻出现在楚风视线内的就有几百人，而这结界大阵这么大，他此刻所身处的不过是结界大阵外地一角。想必此刻在这结界大阵外聚集的人群至少数千甚至上万，再加上很多人很有可能没有来到此处，而是藏在了山林之中。所以初步估计，此刻在这罪恶峡谷之内的人马至少数万有余。看到这么多人，楚风没有担忧，反而窃喜，因为这让楚风觉得4大护法弟子在此约战的消息多半是真的。不，准确来说是3大护法的弟子约战，因为他这位4大护法之首的弟子可并未参加此次约战。又因对于另外3大护法的弟子以及罪恶峡谷的很多事情，楚风都不了解，再加上此处的人戒心极重，多半不与外人沟通，很难从他们口中打听什么，所以楚风只能将耳力扩散而出，专心的偷听他人的对话，想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到一些事情。而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一番努力的偷听之后，楚风总算得知了一些消息。罪恶峡谷的4大护法分别是秋残风、幽明灯、血喜月和傅连生。这4位护法实力强悍，几乎都是100岁有余的高龄。尤其幽明灯，据说他已活了300多年，是一位真正的老妖怪。而除了秋残风外，另外3位护法在残夜魔宗还没有瓦解的时候，就已经分别收到利奥得一的弟子。幽明灯的弟子叫做幽童寒，血喜月的弟子叫做玄霄超，傅连生的弟子叫做扶风明。4大护法个个心性高傲，不可一世，挑选弟子的要求自然也是极为苛刻，所以能够成为他们的弟子，那自然是人中之龙，天才中的天才。而幽童寒、玄霄超还有扶风明3人也的确不负众望，年少之时就已展现出过人的天赋，修为进步极快，被誉为绝世奇才。不过可惜，在残夜魔宗瓦解后，幽明灯、血喜月、傅连生等人便分别带着各自的弟子隐士，如同彻底消失一般，自此音讯全无，至今未曾现身。而算一算时间，如今幽童寒、玄霄超还有扶风明这3位天才的年纪，应该已经30有余，比名震东方海域、被誉为东方海域第一天才的慕容寻还要大上一些。但是哪怕他们消失多年，也无法影响幽童寒3人的天才之名，甚至很多人都觉得他们3人的实力皆不逊色于慕容寻，甚至还要更强。无形之间，这3位天才已是如同他们的师尊一样，有了众多崇拜者。这也是为何当有消息传出说3位天才将重新出世，并且要在这罪恶峡谷一决雌雄之后，会有这么多人不顾艰难险阻也要来到此处的原因。他们来到此处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见一见那3位弟子的风采。这个声音是他。突然之间，楚风猛然瞳孔一缩，随后赶忙将目光投向远处。春武。楚风一愣，因为他隐约之间好像听到了春武的声音，于是楚风赶忙腾空而起，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飞去。而越是靠近，那声音越是清晰，渐渐的已从模糊变得真切。最终，楚风飞行片刻后，看到不远处的地上有着不少人聚集在一起，那里显然发生了什么。而穿越人群，楚风一眼便认出那人群的最中心有着2道身影，其中的一道正是春武，而另外一道也是熟人，竟是战锋。他们怎么也来这里了？看到2人，楚风并未急着现身，而是引入围观人群之中观察起来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原来此刻2人正在争吵，战锋并非独自一人，在他的身边还跟着10几名同龄的狗腿子，皆是5军境，最弱的都是2品5军。只不过这些诛仙群岛的天才们如今却并没有穿着诛仙群岛的服饰，而是便衣，此刻正呈包围状，将春武围在当中，态度不善。战锋，你休要纠缠于我，再缠着本姑娘，本姑娘就将你们诛仙群岛的好事全都说出去。春武冷声喝道，非常凌厉。而听得此话，战锋的眉头更是紧皱，眼中涌现出些许担忧和愤怒，冷声道：春武姑娘，你可千万不要胡言乱语，
否则小心引来杀身之祸。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战风不由得向前推进一步，而他的那10几名狗腿子也是向前靠近，隐约之间已是透出了杀气。我听你这意思是要杀人灭口啊？对于战风的威胁，春武柳眉倒竖，不但没有惧怕，反而很是不屑地冷哼一声，随后对着周围大喊道：“快来看啊！”诛仙群岛的战风眼见自己的阴谋败露，要杀人灭口了。春武这一嗓子蕴含了威压，故意要让更多人听到，所以这使得附近的所有人都是闻声而来。而当人们靠近后，更是有人认出了战风与春武他们，一个个感到吃惊不已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在此处见到这些如今东方海域最声名远播的2位天才。眼见着围观之人越来越多，战风的脸色铁青，但却不得不强颜欢笑，对春武道：“春武姑娘，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什么，我战风对你并无恶意。这样，不如咱们都冷静一下，静下来，好好谈谈如何？”“谈什么谈？跟你有什么谈的？要不是本姑娘聪明，逃到此处，你早就对本姑娘下毒手了。”春武双手抱于胸前，撇着小嘴，似乎早就看透了战风的嘴脸，随后又对众人大喊道：“诸位大爷大妈、叔叔婶婶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虽然我们素不相识，但是今日能在此相遇也是缘分。这几个将包围不肯放我走的混蛋，都是诛仙群岛的人，那为首的便是大名鼎鼎的战风。而小姑娘，我叫做春武，乃是缥缈仙峰之上，缥缈仙姑座下5位弟子之一。今日我很不幸听到了一些不该听的东西，我看多半很难活着离开此处了。若是我真的遭遇了不测，还请各位做个见证人，帮我转告我师尊缥缈仙姑，我是被谁所杀？好，让他老人家为我报仇啊！”起初只是有个知人认出了春武和战风，而春武此番话一出，顿时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们的身份。一时之间，人们吃惊不已，议论纷纷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就更别提有人前来阻止了。甚至有些人得知战风等人的身份后，已经吓得向后退去，生怕被牵连。人情冷暖4个字在这里得以完美体现。见到这一幕，战风的嘴角不由掀起一抹冷笑，随后对着自己的狗腿子施以一记眼色，便高喝一声：“动手！”话罢，战风等人皆是散发出自己那磅礴的气息，向春武围攻而去。而对于这一幕，春武似乎早有预料，他也并未惧怕，而是冷哼一声道：“战风，你以为本姑娘还是当初在武文仙境内那个任你欺负的我吗？今日就让本姑娘来报当日之仇。”说话之间，自春武的体内散发出一层磅礴的武力，那武力非常强悍，呈漩涡状，如同龙卷风一般席卷开来，瞬息便将战风等人吞噬。当被那武力漩涡吞噬的瞬间，除了战风以外，其他诛仙群岛的天才皆是惨叫一声，竟然被这股武力漩涡轰击而退，轻则脸色苍白，重则口吐鲜血，身负内伤。五品武君春武师姐竟然突破了，感受着此刻春武的气息，楚风不由暗喜。距离缥缈仙峰分别不过刚刚过去1个多月的时间，而春武便从4品武君突破到了5品武君。作为春武的好朋友，楚风当真为他感到高兴。我说，你怎么会如此有底气？原来是突破了修为。可是哪怕你如今是5品武君又如何？真以为你能是我的对手？但是哪怕发觉了春武此刻的修为，已是与自己平起平坐，但是战风的脸上却依然满是不屑。只见其手掌探出，武力涌动，只听的一声，便将春武所散发的武力漩涡轰得粉碎。而在战风的这一掌之下，春武更是倒退数步，先前红润无比的小脸，此刻顿时变得如纸一般苍白。眼见势头不对，春武也是不再坐以待毙，赶忙掌心翻动，一把精致的长剑便出现在掌心，那竟是一把蕴含着王级武力的半城王兵。而几乎在春武拿出半城王兵之际，战风已是再度一掌轰下，只听一声钢铁颤音，春武手中的半城王兵竟被轰飞出去，而春武也是被轰击倒地。紧随其后，战风大袖一挥，一层磅礴的结界阵法便凝聚而出，将春武笼罩在了其中。与此同时，他另一只手对着那飞出去的半城王兵一抓，那精致的长剑便落入了战风的手中。虽然同为5品武君，但只是眨眼之间，战风就将春武制服。抚摸了一下春武拿出的半城王兵，战风不由得意一笑：“春武姑娘，看来你刚刚突破不久，这5品武君的修为还不扎实，与我战风的战力可谓天差地别啊，不可相比啊！我呸！你少在这里狂妄自大，忘记在武文仙境内被我无情师弟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了。”春武很是不服的道。而听得此话，战风那本是得意的嘴脸唰的一下就绿了。无情是那位名扬武文仙境，打破了慕容寻所留下记录的无情吗？肯定是他。在武文仙境内的可只有那么一个无情。那这么说来，无情在武文仙境内独自一人击败诛仙群岛3大天才的事情，不就是真的了？听到春武的话后，围观之人皆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因为武文仙境这场盛会之后，无情的大名已经名扬整座东方海域，在座之人都听过无情的事迹，但是对于这个传闻，却也有人表示质疑。毕竟这个消息有些太过夸张了一些。但是此刻听到春武的话后，他们却是不得不选择相信了。毕竟他们都知道，春武与战风是一同进入武文仙境，并且亲眼见证过一切之人。而听到人们的窃窃私语，那战风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因为这对于他来说绝对是最大的耻辱。于是他指着春武，很是愤怒地辩解道：“放屁！那无情当日若不是使用卑鄙手段，在运物圣殿内得到了某种好处，使得战力提升，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若是再被我遇到他，我定然打得他屁滚尿流。战风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要乱说。难道不知道无情也来到了此处吗？小心你的这些话被我无情师弟听到，他站出来揍你一顿。”春武说道：“什么？无情也来到了此处？真的假的？我还真想看一看
那无情是否如传说一般厉害？春武此话一出，更是在人群之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一个个表示很想看一看无情。真是笑话，难道我会怕他？你说他会来到此处，那最好不过。若是被我遇到他，我就好好教训他一番，让他知道没有了邪门歪道的力量，他连屁都不是。战锋很是不屑地说道，因为在他的心里也一直认为是当日楚风获得了特殊的力量，所以他才不是楚风的对手。若是正常对决，凭借自身的实力，那么他一定能够胜过楚风，并且是完胜。你也就是知道我无情师弟还没有来，所以才敢这般叫嚣的。要是知道我无情师弟已经来了，你早就吓得屁滚尿流了。春武冷笑嘲讽道，你说我怕他？在春武一而再再而三的讥讽下，战锋彻底被激怒了。说话之间，手掌探出，竟然直接穿越那束缚春武的结界，抓住了春武那白皙的脖颈，掐着他的脖子，将这位美貌出众的美女给硬生生的提了起来。战锋单手捏着春武的脖子，将其高高提起，便对着周围大声高喝：无情，你在哪？有种给本少爷滚出来！你这春武师姐不是说你很厉害吗？不是说你没有了邪门歪道的力量，也可以胜过本少爷吗？你倒是出来啊！有本事就别做缩头乌龟，出来，快给我滚出来！再不出来，信不信我杀了你这个丫头！战锋叫嚣的声音非常的大，比刚刚春武的呼喊还要大，再加上有热闹的时候一传十十传百，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向此赶来。本来楚风是准备静观其变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而此刻那战锋不但制服了春武，竟然还用一只手掐住春武的喉咙。如果说对于战锋对自己的侮辱，楚风还能够隐忍的话，那么看着那小脸被掐得血红，尽是痛苦之色，春武，楚风绝对是忍无可忍。给我放开他！突然楚风出手了，以闪电之势掠到了战锋身前，爆发出自己那2品5军的威势，一记手刀仿佛可以斩断一切，对着战锋那掐着春武的手臂便挥砍去。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战锋大吃一惊，因为他不会想到有人会出来救春武，更不会想到无情真的会在此处。所以当发觉有人出现，并且向他发动了凌厉的攻击之时，他也是意识到了危险，也没有去看那来者是谁，赶忙放开手中的春武，便退到了一旁。此刻的春武一阵剧烈喘咳，当他抬头看到那救他之人后，却是又喜又惊，很是不可思议的道：无情师弟，你真的来了？什么？无情？他就是无情。而听得此话之后，周围之人更是不由瞪大了双眼，仔细的打量起此刻的楚风，因为对于无情之名，他们早有耳闻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想目睹一下无情风采的。原来只是2品5军吗？2品5军胜过诛仙群岛的3位绝顶天才，这着实不切实际啊！看来传闻也只是传闻，关于这无情神乎其神的传闻，多半是假的了。正所谓闻名不如一见，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。千万别急着下定论，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刚刚他出招的速度和力量吗？此子的战力非凡，别看他是2品5军的修为，但真实战力绝对超越了2品。也许他真的能与战锋抗衡，不可能。就算他的战力超越2品5军，但也绝对不可能与战锋抗衡。要知道，战锋可是5品5军，二者足足相差3品境界，实力悬殊，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那可未必。当看出楚风的修为后，在场之人分成了2派，一面觉得楚风的实力不可能胜过战锋等人才对。而既然刚刚战锋也承认，在武文仙境内的确被楚风击败，那么这样看来，就一定如战锋所说一般，是这叫做无情之人，在武文仙境内使用歪门邪道的手段，获得了特殊的力量，所以才能胜过战锋。此刻他没了那种力量，绝对不可能是战锋的对手。但是也有人觉得，楚风刚刚的出手，已是展现出了他的不凡。也许他真如传说一般，拥有逆天战力也不一定。此刻，当战锋发现那对他出手的人原来真的是无情后，他也很是吃惊。但是相比于吃惊，他更多的却是兴奋与狂喜，因为他知道证明自己与洗脱耻辱的时候到了。无情，想不到你真的来到了此处。不过不得不说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。离开了武文仙境后，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应该知道我会把你打得有多惨。战锋的目光寒光四射，已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将楚风打倒在地，以报当日之仇。而对于战锋之话，楚风却是从容一笑。其实我已经看到了一个画面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战锋问。你浑身是血的，被我踩在脚下。楚风答。真是大言不惭，没有了那从邪门歪道得来的力量，你以为你还会是我的对手吗？别说当初在运雾圣殿内，你没有得到特殊力量，若是没有，那为何那时你是3品5军？然而此刻你却只是2品5军。战锋很是愤怒的道。的确，当初我的确是在运雾圣殿获得了好处，获得了一些暂时性的力量，将修为从1品5军提升到了3品5军。但你若觉得我完全是依靠外力才胜的你，那我只能说你大错特错了。楚风坦白承认，因为他不觉得这有何丢人，毕竟3品5军胜过5品5军，这就是他的实力。你倒是足够厚颜无耻，很能狡辩。不过我无妨，今日我就是要当着众人之面揭开你那虚伪的嘴脸，让所有人知道你究竟几斤几两，是否是那传说一般的绝世奇才。突然，战锋出手了，双手叠加，意念转动，竟然并非是武力，也并非是武技，而是结界攻击。磅礴的结界阵法只在瞬间便被他凝聚成型，紧随其后汹涌的紫色结界汇集成了滔滔巨浪，向楚风压迫而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楚风嘴角不由掀起一抹冷笑。他看得出来，这战锋不仅是要将自己击败，还想羞辱自己。外界传闻楚风结界之术厉害，所以他就要与楚风比拼结界之术，这是想要打楚风的脸。说实话，若是比拼武力，楚风如今的修为对拼战锋也许还真不是对手，至少有很大的难度。毕竟这可是足足3品之差，而且战锋的战力
也的确远非王龙与秦羽可比。在同辈之中，这战锋真的算是1号天才。但是若单纯的比拼结界之术的话，楚风会怕他吗？先不说楚风对结界之术的领悟，单是楚风的精神力就强过这战锋数倍不止。要知道，楚风可是有着一件宝物，那便是修罗鬼斧。虽说论起战力，修罗鬼斧如今已起不到太大作用，毕竟只是一件认主骑兵。可是修罗鬼斧的价值在于它有一种特殊的功效，那就是磨练精神力。如今修罗鬼斧早与楚风融为一体，楚风可以随心掌控。这么久以来，楚风看似没有修炼，但实际上一直在磨练自己的精神力。所以时至今日，楚风的精神力已经非常强悍，这也导致他所布置的结界甚至强过那些修为在他之上的人。春武师姐退后，楚风先是将春武推开，随后他也不闪不躲，而是站在原地布置了一道阵法。楚风的结界之术实在太过熟练，只是一念之间，阵法就已布置完成，几乎在战锋所凝聚的汹涌巨浪将要淹没楚风之际，只听的一声，一道更为凶猛的结界巨浪已是自楚风的结界阵法之中暴涌而出，不但将战锋所凝聚的巨浪抵消，更是向战锋拍了过去。你这家伙！见到这一幕，哪怕是先前还自信无比的战锋也是不由大吃一惊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楚风以如今的修为，结界之术竟会这般精湛，竟然能够破解他的结界阵法。如此距离之下，以战锋的实力，想再度凝聚一道阵法已是来不及，不得不向后倒飞而去。借着躲避的功夫，重新凝聚阵法。终于，新的结界阵法凝聚成型，是一道质量非凡的结界墙壁。这道结界墙壁可不是普通的结界墙，而是由巧妙的结界大阵所凝聚成的结界墙，所以理所应当的挡下了楚风的巨浪攻势。但是对于这种结果，楚风却也觉得理所应当，毕竟他刚刚的出手太过紧凑。不过接下来他的攻势可将要变得异常凶猛起来。楚风手印变化，新的结界阵法便凝聚成型，几乎在那结界巨浪散落之间，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结界巨龙便浮现而出。那结界巨龙怒吼之间，天摇地动，一个神龙摆尾，只听的一声，便将战锋的结界墙壁扫成了粉碎。就这样，你来我往，二人的结界对战千变万化，无奇不有，并且次次更胜一筹。着实看得围观之人惊心动魄，赞叹连连。因为二人结界之术的掌握的确非常娴熟，并且可以说得上是随心所欲，这可是在场的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。不得不说，唯有真正的天才方可做到这样的程度。看来传闻并非假的，至少这无情在结界之术上的造诣真的很强。二者毕竟差了3品修为，可在这结界之术上，无情不但丝毫不弱于战锋，反而更胜一筹。不得不说，此子在结界之术上的造诣，简直可以说的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真乃一代结界奇才。然而众人的惊叹却大多数沉浸在于楚风这边，毕竟在场之人不是瞎子，他们能够看出，尽管是战锋先出手，但是楚风却是后来居上，已在出手的第一刻便占据了绝对的优势。而再联想到楚风如今的修为和年纪，他们真是想不惊叹都难。我就不信，在结界之术上，我真的会弱于你。战锋其实非常在意他人的言论与看法，所以哪怕与楚风比拼结界之术之时，也一直认真聆听他人的观点。当听到众人那偏向楚风的议论后，他越加的愤怒，也越加的不服气，所以咬牙切齿的倔强劲涌上心头，是要凭借结界之术与楚风干到底。然而就在战锋凝聚新的结界阵法，想要抵挡楚风迎面来的攻击之时，在他的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咆哮。这怎么可能？回头观望，战锋顿时面容失色，因为在他的身后竟然出现了一只体型巨大、样貌丑陋、身体为紫色的结界巨兽。那结界巨兽不仅在气势凶猛无比，并且此刻已是公然而至，封锁住了他的退路，他已是来不及抵挡。最主要的是，从那气息中，他能够分辨出这道结界巨兽也是楚风凝聚而出，这实在让他又羞又愧，却又愤怒不已。因为楚风在无形之间，在他的身后布置了一道结界阵法，当他发现之时，已是为时已晚。尽管他很是不甘，但是也不得不承认，在结界之术上，他的确不如楚风。找死！在这一刻，突然战锋大喝一声，随后身躯一震，磅礴的武力便席卷而出。那武力凶猛无比，完全发挥出了战锋的真实战力。所以只是顷刻之间，便将楚风所凝聚的结界攻势全部瓦解，并且粉碎。虽然此刻来看是战锋占据了优势，但是毕竟是依靠武力化解的，而并非是结界之术，所以他的这一手已是明确的告诉在场的所有人，在结界之术上的对拼，他战锋败了。